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5位疗愈派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爱您，不要听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我的爱情宣言是：我们在阳光中拥抱，在风雨中搀扶，在夕阳下回忆。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不仅仅是感觉和感动，更是行动和关爱。大家好，我是雷鸣。找一个爱你的人，这辈子让他做主，省心。大家好，我是曲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金句，但是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啊，闭嘴比金句要重要。好，让我们看今天的嘉宾，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黄先生26岁，来自天津，带货主播；王女士25岁，来自天津，主播。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用3个词形容一下对方。他特抠门，太事儿了，说话还总阴阳我。他相当不尊重人，特别自私，管的也太多了，而且话太密。你还想和他继续谈恋爱吗？我想是想啊，但他得改呀，得学会高情商的处理婆媳矛盾才行啊，还得尊重我的消费观，他能做到吗？还谈不谈这事儿，现在还不好说。我反正已经忍了很久了，他依然是我行我素，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们快帮我评评理吧，我实在要受不了了。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就婆媳矛盾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俩都没有热恋期，我俩在一起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就是自从见到他妈妈了以后，就有特别多的矛盾。有一次我们俩约好一起去大扫除，他那天可能有点腰扭了，完了。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妈妈就来了，也没跟我说话，上来就说：“儿子，休息一会儿去吧，你去那儿躺着去吧。”不是，他不是腰扭了吗？但是他可以去打扫卫生，就是没有很严重。因为我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人，我上来我就当着他跟他妈面说：“你在这躺着，你把我当保姆是吗？”他妈也没说话，但我看他妈反正有点垮脸。你自己拿自己当保姆，你也可以休息，没说不让你休息。但是我在那躺着，我妈也在那干活呢，她也没说在那看电视干啥的，对吗？他就这样，我本来说话就笨，我就顶不过他了。然后每次我俩因为这个矛盾，我就行，我说行，随便吧，那你就这样吧，我就不说话了。反正你也当着这个未来婆婆的面，不是也呛上她了吗？是吧？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我在你妈面前的时候，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他说行，答应我了。结果我们俩有一次一块出去吃饭去，可能化妆有点磨叽嘛，他妈妈就跟他说，他没跟我说，你们快点啊。然后呢，他特别大声，那个你快别说话了，一会儿他又生气了。就让我特别尴尬，情商特别低。这么说，那你让我向着你考虑，我现在为你说话了，你又说我情商低，那你就不能高情商去说，你这样子造成我跟你妈妈更多的矛盾了，不是吗？我俩本来就矛盾，我是为以后去考虑。所以你觉得你和未来婆婆的矛盾挺大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她不处理好，我俩以后将来如果要是考着以结婚为目的的情况下，我俩会越来越多的矛盾。老想那没用的干嘛呢？哎，这咋没用呢？想想婆媳矛盾咋没用？这还没到那一步呢，他现在就想以后肯定会发生什么婆媳矛盾呀。那你现在不处理好，那以后将来俩人要是结婚了，不就更多矛盾了吗？你现在得处理好啊。那不得慢慢来吗？我不是为咱俩的以后着想吗？那以后着想，那你怎么不改你自己那消费观呢？他一个月就挣8000块钱。给自己买5000块钱包，要不就是我挣多少我花多少。他说为以后考虑，以后2口过日子，不得精打细算的吗？对吧？以后有孩子了，孩子上学，买这买那都得花钱，他一分不存。你多挣点不行吗？你怎么不想以后你说结了婚了，真急用钱，哪来？还找爸妈要？30岁了再找爸妈要钱，那也不合适啊。我没有找爸妈要，我那5000块钱包是我喜欢，我攒了很长时间，我买，我觉得没有毛病，而且我没有花他的钱。主要一点就是我一买个包，他又在旁边阴阳我说什么又买了个新包，我没那么说啊，我都没有见过这么贵的包。我就正常说话，你怎么没有啊？你自己你就是特别阴阳我。你拉倒。我一买个什么东西你就阴阳我。
他自己买东西贵吗？他一买 T 恤买9块9的。那有人卖我买了咋了？我能穿。我说你这个 T 恤9块9，你穿个3、4次你扔了，我给你买好点的，你能穿个1年2年实用。起码人家是棉的，我那也棉的。那你给他买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说你啊？对，就是我给他买东西的时候，他可不说，他就是我当时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内裤，花了反正也没有多少钱，当时买内裤他也挺高兴的，他也没说3条内裤快500块钱，他还穿的倍儿美。我就是觉得太贵了，这种不值当的，钱花在刀刃上嘛。可能说我这月挣的钱，我70%或者50%，我拿钱存起来，剩下的我们再一起去花呀，或者说吃饭呀、干什么的，我们在一块儿花，对吧？包括说我们出去玩住酒店这些，他非要住那个1000块钱酒店，那我感觉就是什么300、400就差不多了，够贵的了。他非要住好的，就他这个消费的观念。咱们上一回是不是住了1次免费的，你还挺高兴呢？住10次1000的送1次免费的。那你这个钱，你1万块钱，够我住100次了，那这不算这个呢？那都是我掏的钱呀！100次1万块住100次，一次多少钱？就10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的那种啊，那都是花了我的钱。我觉得你跟着我享受不就完了吗？又在那阴阳上了哟，我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本来就是，你说酒店这东西，你住1000的跟住300的没啥区别。每次我一住个酒店，他就得把酒店里的所有的什么小样啊，拖鞋还得找服务员要个10双，塑料袋要个5双，就那种袋子，要不拿回家了还放一堆放破烂，一点也不扔。尤其是这个啊，天天特别爱攒，然后就攒家里那些塑料袋一攒一堆，然后给我攒破防了，攒的我上回直接就跟他急了，给我都攒哭了。我说你赶紧把塑料袋全扔了。不是姑娘，就我妈也特别爱攒那塑料袋。我理解老年人爱攒塑料袋，但是他怎么跟我说呀？他多大？我得继承我爸妈的优良传统。那我爸我妈也攒，我姥姥姥爷也攒，爷爷奶奶也攒，我从小就看着他们攒过来的。那我告诉你，我也攒。哎，你除了塑料袋还攒什么呀？我塑料袋啊，还一次性拖鞋，一次性那些牙刷那些，就反正就零零碎碎这些东西，他不用啊，他放一堆搁那破了，他不用啊，还得让我用，我可不破防。刚才说了，找酒店要10双，然后带回去。那你侵占公共资源了，你那就交了钱就2双的事儿。1000块这么贵酒店，你说住都住了，对吧？我也回本。说明你们俩这个价值观、消费观确实是不一样哈。哎，你们俩处多长时间了？怎么一说就是什么婆媳矛盾啊、生活细节、价值观，这好像都是老夫老妻了一样。半年多了，但是一直都是这种矛盾。重点就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我先追求他，他现在不珍惜了，所以他才这样。没有那回事儿，他就天天老自己瞎想，他想啥是啥。他说了对你的不满了，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第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花钱大手大脚，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刚在一起那会儿还好，就是越来越往后的时候就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就是什么呢？我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到他那边他就给我否定，然后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来。就像我本身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我俩最开始的时候我喜欢他，就是因为觉得他这个性格挺好，挺开朗的，哎，能带着我一起开开心心的呀玩啊什么，让我也外向一点嘛。然后到后面了，哎，时间越久越看他就是太外向了，到啥程度呢？就我俩在那个逛街，吃完饭了，哎，刚吃饱啊，还没消化呢。他看那边有好吃的，说啊，我就要吃这个，就要吃这个。我说等会儿再吃，咱溜达溜达，回来再买，不完了吗？他就说，你就给我买，我就吃，你不吃我就躺地上。我以为就说着玩呢，我就往前走了，人一下躺地上了。我觉得很正常啊，你怎么想的？而且我不在乎他们那些旁人的眼光，是我们俩的事情啊。你当时怎么想的？就撒娇嘛，我就觉得。哦，你对撒娇的理解好像和我们不太一样啊。然后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了，就是说在公共场合啊，咱们说话什么呀，乐呀什么，小点声，不听。那后面广场上一说话，我俩聊天聊着聊，给他逗乐了，也嘎嘎乐，乐的自己又这样跪地上去了。我没招了，当时我都想走了，直接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笑，我一笑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就一笑可能会弄着情绪就会胃疼，然后我就会一笑就跪地上就那种，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这样，他也知道。他那帮朋友都跟神经病似的。哎，说话要慎重啊，这不能随便不要攻击别人啊。就是一笑以后就跪地上以后，哈哈哈哈。对，就是很开心啊，我觉得很正常，我很快乐。那你看旁边的人。我不在乎他们，哎，你可以不在乎旁人，但是男朋友得在乎吧？但是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事情不是很严重，但是他就是特别的严肃，
特别生气。行，这事儿听懂了，那我就得继续问你了。如果你的行为让你身边男朋友尴尬，你有考虑过咱调整一下不？考虑过，但是我现在已经在调整了，但是他还是没法接受。他跟我说让我别这样，那我就不说话了。他又说我你怎么不说话了呀？我说你都让我改，那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呀。你要不让我笑，那我不就不说话了吗？他就是倍儿极端，要不然就是特别开心，要不然我就一声不吭。还有啥事让你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尊重我，就有点因为作为一个男人，咱要点面子，我觉得没啥问题吧。就不管是跟他的朋友出去玩也好，还是跟我朋友出去玩也好，就是在任何人面前，就想起嘛来就啪打我一下，要不就推我一下，要不就开始这样摇晃我在那喊。是啥样？会咋样？你能给我现场演示一下？晃着他这样说话，我说你快，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是你能现场给我演一下，在他身上就这样，来，我跟你说，你快看我，倍儿大声，就这样，就在那喊，我想让他看着我说话，好像也还行吧。这没问题啊，这没问题。这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再往后，就是有一次跟他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因为我是第一次见他那个朋友，然后在前2天呢，因为我胸口这块磕着了，他就拿他当个乐子了，就来一个朋友，他说来快把衣服撩起来给人看看你的伤。你说我第一次跟他朋友见面，我也不好意思说我直接翻脸，我就顺着他来呗，对吧？也知道他这个性格就这样的，那我就撩个一次给他看看吧。哎，人又来朋友，又撩。那天来了7个朋友，撩7次，就是很搞笑啊。因为我觉得他不在乎呀，他之前还有那种在家里头，他光着身子就这样，表情包都有，他给人到处传。哎呀，反正是2个人对事物的看待的方式、角度都不一样啊。你可能稍微夸张一点，他可能又比较也内敛一些哈。还有啥事儿？我就让我们听听这新鲜。就有一次就是还是跟我朋友吃饭，他说自己减肥，我说咱一块儿去吧，你坐会儿待会儿。到那儿点完菜了，我说要不你吃点吧。好，急眼了，他说什么？你在家里不想着让我怎么减肥，少吃点，你在这儿了来了又让我吃这吃那的，急眼了，拿那个烧烤的签子就开始捅我这胳膊。你再怎么急眼，你说你是私下掐我2下也好，或者瞪我2下也好，在当着这么多朋友面，你就拿签子捅我，就攻击我，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我以前很胖，然后就是我很自卑嘛，我好不容易就是瘦30斤，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瘦下来了。他只要一说我胖，我就会情绪特别的难受。就说过这一次，他一说我胖，我就想哭，所以我就会很极端。我就说过一次他胖，还是说着玩的。我就说小胖墩过来。他就急眼了，就当真了，就每次都说我总说。你们俩觉得你们之间的矛盾是因为性格不一样的矛盾，还是因为感情不到的矛盾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爱人一人，我觉得是上升不到感情的问题哈。男生接受不了。就是刚开始我觉得性格这些还行，他外面喊叫啥的我也能忍吧，但是越到后来，我就越觉得他就完全不拿我说的话当回事儿，没把我放在心上，这种感觉一样。我就是觉得朋友之间乐乐呵呵的挺好的，我就是那种说完了我就忘了。所以男生是觉得这有点上升到感情问题了，你没有那么在乎我是吧？对。哎呦，那怎么办呢？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已经之前沟通过了，那阵儿就是一个是他妈妈的问题沟通过了，我让他高轻声点说话，他说行，答应我了，结果晾成那样子的。还有就是我想让他稍微别老这么爱，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严重。哎呀，他如果喜欢你，那可能就是个乐呵；如果说感情不到位的话，那可能就是毛病。你觉得你的感情对他有问题吗？我觉得刚开始感情是没问题的，但是越到后来，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就是慢慢的，我觉得他就是我说啥也不听，他说啥他都按自己的想法来，包括消费观这一块，我觉得对以后来说都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我现在就是很迷茫的那种感觉。你们俩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你是来希望他调整的是吗？对。还是来谈分手的？我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不想分手。毕竟是我追的他呀，老师。行吧，你为啥追他？你看上啥了？女追男是吧？对，你看上他啥了？一开始觉得他长得就是挺帅的，然后挺幽默的，但后来没想到他成了阴阳人了。不，这他又用过了，就是老阴阳你啊。对，男生你来有什么诉求吗？我来诉求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还是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每次吵架都是因为2人观点不合，所以说就是慢慢就不了了之了。那所以我就来这个节目，我就想听听各位老师，就是到底我们俩谁是稍微会正确一点的吧？你想过分手吗？也有想过，但是我还是说就是
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自己的观点到底对不对。他想分手，可能就是因为我先追他，他不珍惜，不够珍惜。问问这对年轻人哈，你们也是情侣吗？我们是情侣。你觉得这对情侣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的性格不合，然后价值观也都不一样。我觉得男生好像没那么在乎女生，也可能确实是被追的关系吧，就不是那么主动的那种。那他们还能继续下去吗？你觉得？我觉得如果男生稍微改变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是很喜欢这个男孩子的。所以你是希望男生改哈，还是看好他们的？对。那你男朋友呢？你什么观点？男孩子还是偏会过日子一点的，女孩子可能就是偏洒脱一点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以后不一定还会在一起。哦，不看好哈。你看你女朋友还是更相信爱情第一。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女生在公共场合躺地、跪地、哭天喊地，她的感受你顾及了吗？而且她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反感，你尊重了吗？确实，女生也很苦恼，你内心可能认为就是阴阳怪气，但是她的怪气针对的是你的怪事。你们两个人看似没有问题，但是潜在我认为有大问题。我们人是一个不同的生命体，我们有不同的脾气、性格、思想，但是两个人走在一起，成为恋人，甚至今后成为夫妻，那就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合作关系。一旦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但你是不管不顾，因为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合则共赢，分则两双。你们很显然今后走下去必定是两双。我也在考虑，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从大的问题上有毛病有问题，但能不能走在一起，我在想有一些问题的极端它是很难改的，从两个极端当中我们要去找一个平衡点很难，找一个公约数更难。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人适合笑着握手然后分手。我也觉得你俩就是最终走不到一块儿去，这个还是跟生长环境有关系。当然乱花钱我觉得这是需要改正的，但是这是可以慢慢的磨合的。而且这位男生怎么说呢，你攒塑料袋，我妈也攒塑料袋，但是你说你出去以后去要人家10双拖鞋，把人家这个酒店的东西都往回拿，我不欣赏你这点，我受不了这种男生。而且人家花钱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在这个年代，女生没有贪图男生任何东西。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性格的女孩，干净，思想简单，然后有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俩没有什么就是原则性的矛盾，你们俩就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住1000块钱的酒店，一定要带10双拖鞋回去，一定要把人家卫生纸，我真的就见过那种，就到了公共厕所就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那种，我都觉得啊，还有这样的人，就把那个手纸啊催回家。然后你也改变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你，你们根本过不了一块儿去。而且你为什么觉得他就是晃你和他开心，他大笑是他的错呢？是他的原罪呢？那为什么你就不能适应他呢？其实人家并没有那么喜欢你。如果一个人喜欢你的话，他会觉得你好可爱，没有什么的呀。这女生在现在这么个环境下，多么单纯，多么简单，又有自己的能力，能挣来钱，对吧？也挺漂亮的，那能差追求者吗？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真的，我觉得你俩走不到一块儿去。先不说你们恋爱的事儿哈，这个白老师说女生很简单、很单纯、很干净，我承认。但是如果简单到不注重场合这个所谓的单纯到不顾及长辈，我觉得那就是教养的问题了。现在3岁小孩都不允许在公共场合躺，都会说这家长没教养，怎么教的孩子？这孩子怎么能满地打滚呢？是不是？咱这大一个姑娘漂漂亮亮的，这事儿干的你不觉得过分吗？男生你也要考虑这个
你个人做人的问题，咱先不说恋爱啊，就2个小朋友太小了，还什么婆媳矛盾未来生活呢？你的女朋友是个非常爽朗敞亮的人，你如果不能陪着她去校正一些可能有一点点超越边界的事儿，你还给她掉脸子，让她在公众场合，你真能让她躺在地上，你也能做得出来，这难道不是你应该去规范的一些事儿吗？你既然和她在一起，你怎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说明你也不作为啊，你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啊，你只会按照你的那一套行为模式去要求他，你俩南辕北辙，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对他也没有这种共情能力。就是如果我们要谈恋爱的话，真的是既要有敬畏之心，又要有同理心。你没有同理心，你完全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你只有厌烦。厌烦的背后是你一点也不欣赏他。我觉得你们俩谈恋爱都谈得挺笨的，都只会盯着那个不舒服的方向看。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这个女孩，就是因为她的泼辣、大胆、开放？女生也一样，你喜欢她，不就是喜欢她认认真真一男孩吗？对吧？不是你这样的呗。他就是会攒钱。他说刚才说了一个，我都听到这么小的男孩说，我这80%的钱要攒下来。这难道不应该是你喜欢的地方吗？你一个攒不下钱的主儿，好容易碰着一个能攒钱的，你真要过日子，不得靠他帮你攒钱呀？本来是优点，在你眼里又变成了污点。就是你欣赏他的那点，你就要接受他由于认真、严谨、仔细，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节约呀，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小抠门。所以我们要谈恋爱，是要欣赏对方的优点，接纳对方的不足，才能让爱情长久。至于你们未来能不能走到一起，我并不看好，因为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不够好，彼此不欣赏，并不是因为你们俩性格南辕北辙不能走到一起，是彼此欣赏对方的那个能力有所欠缺。这个《白蛇传》里有一章，那一章专门描写的是青蛇诱法海。青蛇知道自己无法战胜那个叫法海的那个高僧，但是青蛇为什么要诱法海？那是一种自我证明。你所有的坚持，你所有的内敛，你所有的规范，将被我的魅力摧毁。那不是爱，那争的是输赢。啊，他是不是特别内敛哦？哎，所以我要给7个朋友掀开他的衣襟。他这么一个内敛的人，我掀开他的衣襟7次哦。哈哈哈哈，好得意。所以有一些古典文学里的章节，它是有道理的。然后后来我就想到婆媳矛盾啊。首先啊，我不同意，俩人干嘛要分手啊？我们俩谈恋爱而已。我们俩谈恋爱，我25，他26。我们谈恋爱的过程可以有任何乐趣来源。就是我跟你讲啊，你对他感兴趣就在于，他到今天为止，他的坚持，他的内敛还没有完全被你摧毁。然后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呢？你用几个标志性的行为告诉我。第一个，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可以躺在地上，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可以嘎嘎嘎嘎的大声乐，乐出噪音，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对吗？对啊。但是你记着，他腰疼的时候，他妈妈来给他打扫卫生，这是一个喜欢介入自己儿子私生活的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妈妈遇到了一个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的儿媳，你觉得这里是不是蕴含着婆媳矛盾的概率？所以这我们就从细节看未来嘛，对不对？但是我认为你们两个好好的继续恋爱下去，我们还没想那么远啊。然后另外啊，我问一下你男朋友那个小黄啊，我问一下，当天你腰不舒服躺在那儿休息，然后你的女朋友说，哎，你为什么不站起来陪我一起干活？那个瞬间你妈妈在做家务，对吗？对。你妈妈对此对你有任何的言语吗？比如说事后给你打电话，哎，那天那个女孩怎么能当着我的面这么说你？你妈妈有任何表达吗？没有。这就是了，你还不在别人的表达空间和判断空间里，你所有的表现还不值当我跟我儿子严肃的谈一次。这是我的判断啊，这是我看到所有一切，这是我个人判断，不代表结论。
所以继续好好谈下去，咱们看谁能征服谁，较劲嘛，青春嘛，不较劲也空虚。我觉得女生的这种自我的情绪的表达，有点像行为艺术哈，但其实反映你内心的一个什么需求呢？你求关注，你缺乏安全感，你不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是特别在意，所以你在公众场合你做出的那些事情来，就是让人关注你。但我不在意你们的眼光，你是在给自己强大的一个心理暗示。我是一个我行我素、我有我主张的人，但恰恰这样的人内心很脆弱。你觉得这个男生其实能给你安全感？你看他其实是回避型的这个冲突啊，他回避型人，他回避跟你冲突，所以他会阴阳你。他不直接说他的需求，他绕着弯的让你感受。哎，其实这就是给你一种安全感。男生，我说这些你有懂吗？懂点吧。懂什么呀？你要懂，你会他说，哎，你会跟妈妈说，别催了，他会生气的。你怎么会挑事儿呢？如果你真的是懂他的话，你就应该怎么知道跟他去应对了。所以说，有时候真是懂比爱更重要。你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你今天来的目的说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这个判断对与不对。我认为没有正确与否的这个区别，只有合适不合适。能否在一起还要看你们愿不愿意懂对方，愿不愿意照顾对方的感受。如果对方他不喜欢你当众做出夸张的行为，愿意改变吗？改变认为自己就低位了吗？如果一直包裹着自己，那个安全感成为一个铠甲的话，没有任何人能够触进到你的内心。我们不要带刺儿，或者说玫瑰应该带刺儿，但不应该是扎向对方，是保护自己而已。放下自己，好不好？放松。所以我不认为你们特别的不合适，但如果真的爱对方的话，可以克服掉这些差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来的，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能不能调，看爱不爱。好，你们思考一下，到底相不相爱啊？我们来听听这对情侣的故事。来，先请坐，请坐。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武29岁，来自江西，国际物流；小聂23岁，来自湖南，电商客服。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俩已经订婚了，明年结婚。之前谈好的事，现在又变卦了，还总跟我对着干。马上要结婚了，但是他变得既自私又自我，事儿多，还各种不满意。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他得寸进尺，只为别人着想，唯独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已经让步了。他总看网上的鸡汤，然后和我谈条件，现实情况摆在这儿了，但他还是我行我素。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呦，听起来结婚前是矛盾重重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就订婚以后吗？对，就是订婚之后，就各种矛盾都出来了。我觉得他不是真心想跟我结婚的，他现在可飘了，总跟我说：“哎呀，你要多珍惜我，说我是优质男。”他说他有流通性，啥？流通性？对，他说优质男有流通性，不追别人的追求。嚯，有妹妹追吗？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嘛，然后我就去看他手机，我就发现他有一个朋友给他发了一个女生的资料，那资料可详细了。是这样的，我是做销售工作嘛，然后呢，我客户之前跟我聊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对象，说想把他妹妹介绍给我，但当时我是比较忙的，我就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后来他就以为我是没有对象了，就直接是在微信里面直接是把他妹妹的资料全部推过来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加他，我没有去跟他聊过任何天。我俩都已经订婚了，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我的存在呢？难道我就见不得光吗？而且我就继续翻他手机嘛，我就还翻到一个视频，他跟一个女生在那卿卿我我的一个视频，我就是带着证据来的。嚯，看一下是什么女生卿卿我我，来看一下视频。哎呦，
这是真的还是 AI 的？这个是 AI 的，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东西，在他那里他就要跟我较真。不是 AI，你弄这个干啥呀？这不有的时候无聊嘛，这就有点过火啊。就是我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是丁克，我不会生小孩的，他也没有反对我。然后现在都订好婚期之后，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必须要生小孩。他父母年纪也大了，急着抱孙子。是这样的啊，刚跟他在一起那会儿，他是还没有大学毕业。我想的是他年纪小嘛，可能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挺正常的，是吧？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已经谈了有2年半了，他还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我确实没有想到。同时，我父母那边他确实现在催的也比较紧，我觉得我压力也比较大吧。看吧，总拿他父母来说事。我是真心不想要小孩，我觉得小孩对我来说就是个累赘，我不喜欢。那如果有没可能啊，姑娘，就是有个什么前提，我因为感情好咱就生吧，有没前提要求？我现在就是已经跟他妥协了，因为我毕竟也是真心喜欢他嘛。他们家也这样强硬着必须要生小孩，那我也没办法，行，那就生呗。但是我想的就是不是现在生，晚几年再生嘛，因为我们现在在广东这边打工，也是想着多攒钱，然后到时候回老家做做生意，开个小店，再去讨论生孩子的事情啊。他就不乐意了，就非得说现在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如果说现在生，那孩子谁带呀？那怎么处理呀？他说让我带小孩带到1岁，然后再丢给老家让他父母带，那不就成了留守儿童了？说留守儿童这种话有点太难听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就是留守儿童啊。我们家其实条件也没那么差吧。如果说给我父母去带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小孩其实也带的不会差。那他直接就说留守儿童。另外我想说的是，他说的是晚几年生，但是没有给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那得看你的能力呀。他现在有能力生吗？没有啊，他现在都没钱。你可以提要求嘛，有多少钱什么的我就可以生。对，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会妥协这个问题，因为订婚嘛，已经给完了彩礼5金这些的。都多少钱彩礼啊？18万8。18万8加6万6。然后他说要生小孩可以再加20万彩礼就可以生。那我们现在是婚房那边现在搞装修搞得差不多了，彩礼5金呢已经给完了，那我家里我觉得能掏的也都掏的差不多了，再额外再搞20万，我们去哪里搞啊？我觉得很合理呀，你生孩子怎么可能一张嘴就是说生就生吧？那产检吧，然后月子中心，小孩吃的喝的用的哪个不需要花钱呀？而且我还是远嫁过去的，并且我觉得这个生育对女性的一个损伤都是不可逆的，什么漏尿啊，什么子宫脱落啊，都是常有的事情。天哪，你太金贵了！你多大？23是吧？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啊，就想让我现在去生孩子。我爸妈他们就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嘛，他们没有说的那么夸张，说现在立刻马上就要生，只是说他们能搞清楚我们就一直在催我们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搞备孕啊。如果说他比较明确的说，他说如果2年以后我们可以开始搞备孕的话，那我对我父母那边我是有个交代，他们肯定也不会去催嘛。你能接受的最长的时间是多少年？3年以内吧。那这20万的条件呢？能答应吗？20万的条件只能说慢慢攒了，这个就是答应了慢慢给，是这意思吗？那只能这样了。你们商量过婚礼事宜吗？这个就又是另外一个矛盾了，因为我也是比较年轻嘛，我是想办这种旅行婚礼的，他是想办这种传统婚礼。他们就是喜欢搞那种面子功夫，搞这种形式主义。我觉得婚礼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啊，他总是想他父母，想他那些亲朋好友会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你这一会儿18万8，一会儿20万，不是形式主义吗？但我觉得他们家既然就是说要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要准备的。哎呀，你虽然23岁，你这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哈。婚礼是在您的老家办是吧？是。你是不是对自己有啥误解啊，姑娘？我觉得我那么年轻跟着他，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哎，小伙子，确实有人啊在搞这个旅行结婚哈，也不是不可以。那你怎么就那么坚持呢？你的道理是什么？第一个是他就是一会儿一个想法的人，他是在网上看到别人办这种旅行婚礼，他觉得哎呀好看，但是他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我们到时候定制的话，能不能拍到他们那样的效果？如果拍不到的话，那就换呗，那就要重新花钱重新搞，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边的人的话，对于这种结婚摆个酒席这种的还是很看重的，因为我们那边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说
可能你领了结婚证，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你结婚了。但是你摆一个酒席的话，那起码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他都知道哦，这个小武他是已经结婚了。你也就实话实说吧，因为在老家办婚礼，彩礼已经付出去了，另外父母平时也在随礼，只有传统婚礼才能够把随礼收回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点。看在这个经济的份上，这能妥协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商量呀。啊，你看这还是有点让步了，可以商量。我是有妥协过的，我是说没事，旅行婚礼我们也办，同时呢，我说传统婚礼我们也办嘛，是吧？我说两种都搞，他也是不认可这种方式的。他是想的是什么呢？办2场的话，就相当于是在浪费钱了嘛，这样的意思吗？对，因为他是想自己出这个办婚礼的钱，他想自己掏，他不想让他父母掏。哎呀，反正这个也是商量不妥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主意。他不就想拍照吗？你先给他拍一套好看的照片吗？拍婚照也是，反正他各种事情他都不顺着我，他直接让他朋友过来给我们拍。然后我想是他朋友应该也不会坑他，那我就同意了嘛。但是拍出来效果真的很差，所以我就不满意呀。我这一辈子也就拍这一次婚纱照，我肯定想出片呀。那不满意咋办呢？所以我就好声好气跟他商量，我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是换一下人帮忙再拍，但他就不乐意了，说那这是我朋友辛辛苦苦的在这儿给你拍，那你这说换就换的，这让他多没有面子呀。他是这样的，我是先给了我朋友的那些样片给他看，他认为没有问题之后，我才跟我朋友说，我说没事，咱们拍吧啊，我这钱我就交了。那拍的时候就开始了，他说，哎，摄影摄像他觉得不行啦，化妆他觉得化的不好，就是不好啊。然后店里的服装他说没有他满意的，需要去外面租服装。那我朋友他看到这情况，他就给我打电话。那我现在我能怎么说？我里外不是人嘛，是吧？拍了没？没拍，没拍完。反正这从订婚到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和经济也有关系，和你们相处也有关系。主要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感觉是订完婚之后就变了。还说我变了。他变了可那个了，因为我们已经订婚了嘛，我就跟他说，那你能不能就是说把你的工资都上缴给我，我来掌管这个财政大权。他就说不行啊，他说这个钱他得自己拿着。那我也同意了，我也没有说强硬着你必须要把这个钱给我，然后是他自己说以后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说这个钱是给我的零花钱，随便我怎么花。那我就说行，那也可以。然后他是从2月份，他说从2月份给我。反正现在已经几个月过去了，从来没有给过我。刚认识她那会儿啊，其实她是一个特别节俭的一个女孩子。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把我的工资啊什么之类的全部给到她的话，我觉得她保管起来我放心。后面订婚嘛，订婚当天就已经是把那个18.8万呀、5金啊这些钱都已经给她了。然后每个月她就买东西，她要买1万多、2万块钱这样子啊。因为以前我没有什么钱。我现在有钱了，那我就想花。哎呀，所以你老公不放心你把那5000块钱每个月给你吗？这不这很通吗？哎，你们俩现在是好像不在一起生活是吗？还没有，我们现在是异地，我在深圳，他在东莞。怎么见面？多长时间见一次啊？我们是1周见个3、4次。因为不远哈。对，就这个情况我也想说一下，他之前就说过一句话，真的让我挺寒心的啊。我跟他说，我说我过去见他嘛，我觉得情侣之间交往，我觉得有的时候见面，大家一起出去吃东西挺好的。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要是想我呢，你就给我打视频，你与其这样跑来跑去的，你不如把这些时间下班之后跑滴滴啊，送外卖，还能赚点外快。正好他看上了一款新手机，他说到时候可以去买那个新手机。把你当铁杆装去了。不是，压根就不是他说的这样，是我要过生日了，是他自己跟我说想给你买个新手机，你自己选。那我不就选了吗？我选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个超出他的预算呀。就是因为我想的是说，那你没有这么多钱想去给我买这个手机，那你与其每一周这样花时间过来见我，那你还不如就是说把这个时间拿去赚点外快嘛。那你可以去跑滴滴、跑外卖，多找点兼职嘛。那你不想见他吗？更想见手机是吗？那我可以拿着新买的手机跟他打视频，不也一样的？就更想见新手机，并不想见未婚夫。我们都听得懂。哎呀，这你们俩订婚多长时间了？我们是去年12月份订的婚。哟，那也大半年了呀。那这准备啥时候结婚？是准备明年2月份结婚。通知了亲朋好友了吗？已经通知了。这婚还结得成吗？
现在就是不知道，我是感觉我跟他可能就是结不太成了。那你罗列一下你的理由，1、2、不是3。哎，那个姑娘注意啊，你要知道结不太成了，那钱咱就别花，明白吗？还是退呢？还回去必须得退的，法律要求的。这个民法典有补充规定，18万8是必须退的，你们没有任何侥幸，一定要退，一定要退。不是，妹妹，你花了多少了？我已经花了1/3了。没事，你攒吧，你攒吧，你再节省节省。所以咱新手机不要了。你喜欢它吗？怎么就是应该的呢？那喜欢新手机吗？那肯定也喜欢。那更喜欢哪个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冲突的，是他自己答应了我的，他给我的，不是我强求的呀。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给我买个新手机，是他自己答应了我。哎，你生日我给你送一个新手机，你自己去选嘛。这个没问题。他说这承诺他又不兑现，但是他有没有反悔的权利？我觉得他就要说出来了，那就不要去反悔嘛。那你与其当时不要说。姑娘前头那段就人家想来看你，你说不要。挣钱买手机，我妈她从小她就告诉我，找男人就是要找能吃苦的。我觉得男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他一种锻炼呀。那万一他又成功了，那还得感谢我呢。小五，哎呀妈呀，天哪！手机买了吗？没有。因为我1年前我已经给他买过一个手机了，他现在他又看到新手机，他又想买了，这样。因为出新款了呀。什么时候到啊？11月份。那没多长时间了。手机送不上送啥呀？他没买呀，反正现在也没有。只能先记账嘛，这个还能怎么办？先记着，承诺了就去做了。那对，就是你承诺的呀。小五，你对你的婚姻，就是未来明年2月份要结婚哈，你今天怎么看啊？其实我现在就是心里没底，这会儿我还是属于还能往后退的，但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可能想退我就没法退了。所以今天来是想问问老师们，对，我一直在想的是，以你们一些见解来看的话，你觉得我们两个这个情况的话，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了？或者说我们以后继续走下去的话，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问题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明年2月份还要不要结婚？真的，如果要结婚了，以后遇到问题，这还能过得下去不哈？对，回归就是一个问题，我俩还要不要在一起哈？是。你也是这个想法啊，女生？我也是这个想法，然后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这到底是我跟他谁的问题偏多一点？那你这婚还想结吗？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想嫁给他吗？我肯定是还是想结的，因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男生，假如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了，这个彩礼人家花1/3了，你会要回那1/3吗？我会要回。哎，这对小情侣哈，你们两个看好他俩明年2月份这婚结得成吗？反正我听的，我觉得这个男生有点就是 PUA 他，因为说什么我是优质男。你在这儿找不着别的更好的，然后呢，他俩都商量好了，订课了，但是一下子订了婚了就又改了。如果你真的，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是你不是优质男吗？你要真能找到好姑娘，你干嘛让他生孩子呀？你找别人结去呗，让他找别人生呗。你看这爽快的姑娘就是这样啊，对呀，谁听你变卦呢？你找别人生去啊？对呀。这小伙子呢？我也感觉他够呛能结，但是我觉得这哥们儿人不错。其他的我就不想说了。那老师们的观点呢？女生刚才说，我是把你当自己老公了，因为我们订婚了。确实，在用钱的问题上，你太把他当老公了。婚姻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它决定着我们的后半辈子能否得到幸福。但是现在已经快修成正果了，在婚礼前却成了分手的高峰期。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现实和物质。面对结婚办婚礼，需要现实，需要物质，但不能过于物质。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我可以在合适的时候生孩子，请付20万。我告诉你，如果这个20万你付了，即便以后你们走进婚姻，是你们这个婚姻当中最大的耻辱。等到哪一天你们即便走进婚姻，他也会爆发。他现在为什么对你一个已经没有了信任，我能够理解，这也要钱那也要钱，都在婚前，他能信任你吗？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妥协商量，
而是您要清醒，有准确的认知，否则即便你们走进婚姻，以后也不会幸福。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固然生孩子咱不能谈钱，但是人家姑娘说了我不想生，是啊，你们非逼我生，那你拿出来，那就分手啊！不是，吕老师，咱们这样啊，就那你拿出来你的能力告诉我，我如何生这个孩子啊？我不咱要钱没钱，孩子生出来也没保障，我又不想生，你非逼我生，那你告诉我你拿什么来共同养育这个孩子？这个他做选择，您就明确告诉我他不能生，给20万就能生。那这个问题就变了呀，性质就变了呀。我觉得生活很现实，是需要金钱的，但是呢，不能所有的一切都是标上价格，反而显得你很廉价。对，我觉得白老师这个说的特别的中肯。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啊，你说这个18.8万，因为他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我相信他的父母亲为了给儿子攒这18.8万，老两口也是攒了一辈子，很不容易。你说你年轻，你小，我觉得你比谁都复杂，每一步你都在算计。要你还这18.8万的时候，我们俩是有感情的，要挣那5000块钱买手机的时候，我在培养他，里里外外都是你培养他，你培养你自己了吗？我妈说了，男人一定要，你妈培养你了吗？你妈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女孩了吗？然后你刚才说，哎呀，我把他当老公了什么？就你真的心疼他，你把他当老公了吗？你把他当冤大头了？你心疼婆婆公公攒下的这些钱吗？说给你5000块钱，然后后来人家为什么不给你？你大手大脚的花，人家是真的你嫁入豪门了吗？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下的钱，凭什么给你花呀？你们俩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呢吗？这个姑娘，你真的你好吃懒做，而且还很贪婪。你从来没替你的公公婆婆想过。最开始的时候，一上来我挺反感这个男生的，一上来说我是什么优质男，我什么我有流通性，包括看人家的相亲资料，但是我现在很赞成，而且我还想明确的告诉你，从法律上来说，那18.8万，如果说人家不想跟你结婚，是可以必须要退给你的，你是有这个权利要的。我说完了。我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姑娘，在我的判断中，她可能有点愣，或者说话办事想法有点欠周全，但我不觉得她是个坏姑娘，说话特别不会过脑子，简单，张嘴就来。然后你所有的这个表达都让别人你是一个坏心眼的女孩，实际上你还没有啥太多坏心眼，你就是简单，啥也没经历过，很小就跟他在一块儿，外面的世界也没经历过，然后什么物质啊，什么都没经历过，就被他忽悠的就嫁给他了。他要冲钱来的就不会找他了。人家要结婚，妈妈也从小教了过日子啊，你要算清楚啊。不是我如果我就生在这个价值观环境里，对呀，我长在这个价值观环境里，我长大了认为这个价值观就是对的，这不是我坏，他不坏，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对，而且我确实觉得也没有坏呀。我们没说他坏，没说他坏，但是确实做的不对。不是对不对是价值观的不同。让我捋一下啊，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站在我自己的价值观上哈。我觉得姑娘人不坏，也没有太贪婪，人家什么都摆在明面上的。我不想要孩子，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你一开始是你比他大这么多岁，你比他大6岁，你都30了，对吧？你信誓旦旦的说宝贝儿可以的，都听你的。人家跟你谈了3年恋爱，现在你突然反悔说你必须生孩子，你不生孩子我就不和你结婚。那小姑娘想啊，我的初恋，我想嫁给他，那怎么办呀？我又不想生孩子，被逼无奈，傻了吧唧提个要求，你给我拿来钱我考虑。他固然他提的这20万挺让人招恨的，但你最初忽悠他，你也挺招人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婚姻啊，就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就开始谈论了，什么都没商量好，到底财务怎么支出，对吧？如果你小，你就不要承诺他会给你5000块，你知道他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大大咧咧的，脑子也不是特别灵光的一个姑娘，一开始就说宝贝儿，我很爱你，你想花钱我尽量满足你，但是咱家财务我来管，我保证给你都列清楚也行啊，你干嘛忽悠他给他钱呀？答应好了，人家跟你订了婚了，通知了所有亲朋好友，你说对不起，钱不能给你，因为你乱花钱。他之前给过几个月呀？一次也没给过。没给过。对，这个是我想什么结婚前拍那些视频，什么拿人家的相亲资料，你那贼心且大着呢。也就他傻，我跟你说。
我拦一下，咱们不要站在各自的价值观背景，然后去判断这俩孩子怎么想的。是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去协商。我觉得2个孩子其实都是奔着好好过日子去。小五挺好，小五真挺好，也挺好的哈。对，我第一个我说小五好在哪儿？刚订婚，我们见过多少结了婚那彩礼都缩水的，10万变6万的。小五没有，刚一订婚拿好归你，留着，你花了1/3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诚？对对，这小五很真诚。然后接下来这个小妮也是，小妮你没有自己的主意，你完全在用别人的价值观在谈恋爱。我知道，在很多特别传统的乡土，嫁汉穿衣吃饭，喊了5000年了。你说这个人他品质有问题没有？我就生在这儿，我长在这儿啊。所以您2位啊，就是现在呢商量一下，咱别把一个生娃这件事儿跟钱联系上。如果说咱们想明白了不能接，咱们就商量不接，对吧？然后如果说现在那彩礼已经花了1/3了，咱们商量一还款计划。我相信以小五他这个状态，他也不至于把你往死了逼，不至于。然后呢，咱们再长大一点，你完全是别人怎么说的你就怎么结婚。我们见过多少轻信的女孩，然后等结了婚了之后，千山万水送上门，给人生了一儿子之后，又被人扫地出门。你看，我没说你是一坏女孩，为什么？你说的每一个表达都是你由衷的。然后，当你被有些我们的老师不同意，我们价值观环境不同意之后，你很懵懂，我错了吗？不应该是这样吗？那个状态真的是。所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咱们就不要在一个世界里构成婚姻，这是我想说的真话。小五啊，这姑娘没惦着骗你，但是你说话不算数3回了，你跟人商量商量，那1/3咱们怎么退回来吧？我觉得你俩其实之间是有感情的，只是男孩由于年纪大老忽悠他，这个毛病你不改，你真的结了婚以后还会对他造成不断的伤害，让你们的婚姻质量越来越差。你要改变这个，就是坦坦荡荡，我要干嘛？我跟姑娘说清楚，我不去忽悠人家，否则永远埋一个雷在那儿。这姑娘又没有处理的能力，她这么年轻，对吧？那雷就炸了，一弄雷就炸了，一弄20万出来了，这怎么过日子呀？好吧，把这个矛盾解决了，我认为你俩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我认为这婚一定不能结，你们2年的了解，还不如订婚之后这些事儿发生出来，反映出让你们互相更加了解来得要深。遇到事儿才能让人了解的更多，事儿上见人。女生很显然还没有成熟，你本来之前有一个叫丁克的这么一个观念，突然就被20万搞定了。其实你缺的不是钱，当时想的我就不想生孩子，不是因为缺钱生不了孩子，对吗？所以你的价值观总是在变的。突然来了一笔财富，你不知道怎么办了，一下你就花了1/3，你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自己未来路根本就没有规划，你已经不看重感情了，你已经在享受物质生活了，你恍惚已经结婚了，就已经在心安理得的花着对方的钱了，一点也没有愧疚感，一点也没有忐忑感。你花的真是那么踏实吗？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那么深吗？断然不是。就是我刚才问男生的话，我说如果你们2个分开，那1/3的钱还要回来吗？他第一是真实要回来，要是我一定不要，因为我愿意为这个2年花这点钱算什么？但他考虑的是什么？他在算计，你们俩都是在打着一个算盘，他比你更加的深，他会用缓兵之计，会用各种方式来去套路你，达成他的目的。我认为你们现在不要谈婚论嫁了，你踏踏实实找一个愿意生孩子的，然后有共同语言的去结婚吧，你踏踏实实让自己成长吧，多去学习吧，接触社会，知道什么是爱吧。至于这1/3，坦荡的还给他，因为他不愿意为你们感情付这点钱，他把钱看得更重。我觉得感情是无价的，
就这样。那我们老师也说了很多哈，我们2组嘉宾回到转门后，那第一组嘉宾你们如果继续谈着恋爱就出来哈，你们简单，你俩得认真思考一下啊，如果还要再考虑考虑啊，我们再相处试一试你就出来，但是这婚先别着急结了，好不好？如果觉得我们连考虑都不想考虑了，也可以选择不出来，好吧？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官方账号联系我们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受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这个不应该会出来了吧？不好说啊，没有了，没有。这性格不一样的背后，但是谈恋爱可以经历经历吧？经历不了了，他们2个已经很难经历了。这性格不一样的背后，可能还是爱不够吧？对啊，反正小年轻经历过就好了。来看看我们这对未婚夫妻啊，他们是不是还会携手走下去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我认为他们的还是会出来。我希望他们不出来。我也觉得他们还是再磨合一下嘛。今天我认为是有震动的，全是算计。走了，不会吧？挺好。你看还是会出来的。不是女生有震动的呀。你看出来啦啊！明年2月还结婚不？结婚，想清楚了。这娃还近期内生不？生还是生？还要不？哎呦，这进步好大呀！那你还不送外卖去？赶紧买手机。不是，我们是协商了一下嘛，我们不是有准备搞那个共同账户嘛，我们俩一起攒嘛，把那20万攒够了再开始。这个给你点赞，攒够钱了，咱自己攒自己生自己养。我先向你解释一下，也抱歉一下，我刚才为什么这么怒对你？因为你是说得醒的人。如果说不行的人，我懒得说。哎，真的很感谢老师，真的特别感谢。哎，我觉得他们还是变化挺大的哈，自己攒钱，自己生孩子，自己养。我觉得这才是有爱的夫妻我们应该做的人生选择，是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请拥抱吧。来，多抱会儿，多抱会儿，多抱一会儿。哎呀，一会儿。祝你们恩恩爱爱，了解彼此，支持彼此，幸福的走向婚姻，好吧？好，谢谢老师。还有个要求，明年2月份不要忘了给我们喜糖啊！哎，好，一定记得。结婚是第一步里程哦，后边也要相亲相爱，好好过下去，好吗？明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拜拜，拜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